大家好，欢迎来到换个角度看世界，带给你不一样的新知识。乐高的故事大家也许听过很多，但是他们创始人的故事就不一定那么家喻户晓了。这个笃信上帝的男人，在工厂经历了2场火灾之后，都坚强地选择继续走下去，并由此开创出全球第一玩具品牌。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你的小小订阅可以鼓励我们继续分享创作，赶快分享出去吧。1891年4月7日，克里斯汀森生于丹麦。克里斯汀森有10个兄弟姐妹，不到1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跟着哥哥一起做事，算是他哥哥手下的小学徒，学习8年出师。后来服完兵役的克里斯去了德国和挪威游学，并在挪威一家木产品工厂学习。24岁的时候，克里斯才算是安定下来，迎娶了美丽的妻子。同年，他花了1万丹麦克朗买下一家精细木制品工厂，主营承包、建设农场、木屋、室内装潢等，生意蒸蒸日上，并收了几位学徒。信奉基督教的他，还仅以成本价接下了当地教堂的建造合同，并积极投身当地慈善事业，和小朋友们打成一片。也许是冥冥中定，克里斯将会走上玩具制造这条路。在和小朋友玩耍的过程中，他会常做些小玩具逗大家开心。但是这时候，老天和他开了个玩笑。1924年遇到了生平第1场火灾，2个小儿子趁爸妈午睡的时候，对着浇水放了把火，瞬间就把他们宅子和作坊夷为平地。万幸的是，没有人在此次事故中受伤。无奈的克里斯汀森只好请人重新设计房子，并在新屋子门口台阶那儿放了2只狮子。我以为这么干是为了风水，谁知道天真善良的他说，这代表着公司对品质的追求。于是，在他和员工的踏实肯干，公司很顺利的又开始运作起来。但好景不长，上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正经历着自1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他的小作坊自然难以抵御这一轮全球经济寒冬。由于英美两国严格限制农业进口，极大地打击了丹麦黄油和猪肉的出口，使得丹麦农场主们的生活举步维艰，而这些人正是克里斯汀森先前最大的客户群。这时，他不得不辞退所有的学徒，并着手另辟蹊径，以谋生存。除了工作上的低潮，生活上也遇到了大问题。他的太太在1932年永远离开了他，留给他的是2双儿女和暂时摸不着未来发展方向的工坊。那年夏天，我们受邀替 JSW Allison Fredericia 生产玩具。当时我们手里一个订单都没有，我们将其视为上帝赐予的礼物。此时，丹麦企业协会建议他可以将公司主营从工业品领域转移到个人零售商品领域。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设计制造更接近一般大众的物件，譬如木梯子、云翼板等。此时玩具已经正式进入了克里斯汀森的产品线，因为他研究时发现，在几乎全行业一片萧条时，唯独玩具业的订单数不降反升。有了转型的方向之后，大家便开始生产制造小木刻品以及木质玩具，如小车子、小房屋等等。虽说也没赚到什么大钱，但至少撑过了经济萧条期。在这个过程中，点燃寒冬第1把火的皮小孩哥特弗·雷德也正式加入进来，成为爸爸最得力的小助手。1932年，乐高公司的雏形建立了起来，老板和他的小助手开始生产玩具了。1934年，克里斯汀森意识到公司需要一个新名字，于是发动手下7名员工一起想名字。没办法，老板发话了，大伙儿就一块折腾公司新名字。结果最后忙了半天，一个都入不了他的法眼，最后还是他自己琢磨出一个名字 LEGO。LEGO 来源于2个丹麦语 ，leg 和 gut 就是英语 play well， 意思就是好好玩。很多年后，后知后觉的克里斯才了解 LEGO 可不只是个丹麦字，它在拉丁语里是拼合、组合的意思。这个恍然大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司今后的发展，也给 LEGO 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一年，第一个打着 LEGO 印记的木质玩具亮相丹麦某个贸易展会。先前给予 LEGO 帮助的丹麦企业协会，此时又伸出援手，给重新出征的克里斯提供免费展台。
是品质如生命的 O. Christensen。如果将 LEGO 拟人来说，这个阶段可以算是他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这最初级阶段已经非常注重产品质量，整个团队也受到老板的影响，除了坚持创新外，从未放低过对产品质量的追求。他的座右铭是 Dead bed still I forgot， 意思是只有最好的才值得。他的小儿子后来还把这句话刻在一块标志上，高悬于他们的工作室里。这句话也成为了日后 LEGO 集团座右铭。Gottfried 做的座右铭标志。克里斯汀森有多重视质量呢？现在我们来说说追求美感的故事。某天傍晚，大儿子得意地去办公室，找到父亲说：“爸，今真是个不错的日子啊，我们又多挣了点。”“怎么回事？”父亲问道。“好吧，是这样的，我今天去车站向丹麦合作社交付2盒小鸭子玩具。通常我们会给产品刷3层清漆，但这次我只刷了2层。他们只是合作社而已嘛，我觉得这样我们可以节省成本，所以我就这么做了，给公司多多少少也省下一点钱哦。”听完我的回答，父亲看了我一眼后说道：“ Gottfried， 你难道不知道这么做是不对的？我要你现在就赶去车站把那2盒次级品要回来，重新补上最后1层清漆，再打包装盒给人家送回去。今天做不完你就别想睡了，而且必须独立完成。”然后我就默不作声的去工作了，没有顶撞父亲，因为从那时候我明白了什么才能算作高品质。成功之路永远不会是顺利的。当他面临资金问题，请他哥哥做贷款担保人时，哥哥直接就拒绝了，还不忘补刀反问你就不能找个有用的工作。为此，克里斯不得不承担高单位的财务风险。1938年，他又砸了3000丹麦克朗购入一台车床。要知道当时丹麦一套房子也就值5000丹麦克朗左右，这台机器的花费占了 LEGO 当年1/3利润。可以说，他不遗余力地执行着自己定下的信条。Dead bed still I forgot， 只有最好的才值得。1940年4月9日凌晨，德军地面部队在大批飞机的支援下侵入丹麦，毫无防备的哥本哈根市民聚集码头，好奇地观看伪装成商船的德国军舰驶入港口。没多久，德军就宣布占领哥本哈根全国的进口自然停滞，而我们的主人公一心打造最酷最好玩的木头玩具，却似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LEGO 在2战爆发期间的订单数甚至远超和平年代。战争爆发的头2年里， LEGO 的销售甚至还来了个热销。在 LEGO 逆流而上之时，老天又给他设计了个关卡。1942年 LEGO 工厂又失火了，这次的灾难更为惨烈，几乎把克里斯汀森和他的公司彻底打垮了。1942年这场毁灭性大火实际上把他毕生心血都抹得一无所有，坚强如他都差一点扛不住，唯有对儿子和员工的那份责任感还在支撑着他，使他决定在原址重建新厂。当时睡在工厂里的某位年轻人，凌晨3点突然大喊工厂失火了。克里斯在惊讶之余已经无力承受打击，跪着祷告。那一刻，只有他信奉的神明能带去片刻的宁静祥和。在信仰上帝这件事情上，克里斯说第2，没人敢说第1，而他也会带着大家在开工前晨祷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1963年，即便他早已于1958年辞世。此时灾后重建工作困难重重，即使算上保险赔付，他当时也无力承担这部分财务支出。曾有人愿意出资，但搬至异地的要求显然得不到同意。LEGO 银行后来伸出了援手，提供足额贷款，帮助他重建乐高工厂。家人和员工此时未曾放弃克里斯，在大家的竭力配合帮助下，乐高工厂浴火重生，在当年年底就复工了，并发展非常快。第2年的员工人数翻3倍。2战结束后，他带领着 LEGO 积极迎接2次转型。1946年，他砸下重金购入一台英产塑胶射出成型机，这回的投入差不多等于 LEGO 2年利润总和。LEGO 成为丹麦第1家拥有塑胶射出成型机的厂商，使设计制造可重复拼接的玩具。LEGO 产品线正式加入塑料分支。1949年 ，LEGO 开始生产制造我们熟悉的上面有圆形凸起，可一个个组装拆合的 LEGO 积木，当时名字比较酷炫，叫做
自动装订积木乐高，于1951年正式更名乐高积木。但是当时的消费者对新材料不感兴趣，他们更倾向于金属和木质产品，使得乐高产品面临大退货。这个阶段，年老的克里斯已经逐渐淡出了 LEGO 管理层，小儿子哥特弗雷德开始接班。所以，我们的故事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这位谦逊和善，同时又时刻保持创业精神的老人，最终于1958年3月28日病逝。但幸运的是，在小儿子的积极推动下，他的爸爸在临终前看见 LEGO 积木，拿到了丹麦专利局的专利证明。克里斯汀森和 LEGO 早期的创业之路并不平坦，是信念与坚持改变了一切。无论 LEGO 产品线如何改变，始终坚持产品质量为优先。LEGO 从此专注塑胶积木玩具50年。故事到这里结束了，拜拜。